从没见过如此牛掰的厨师，随便划几刀，寿司竟然切得比4指还薄。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处理食材。接着雕花摆盘上桌，美女都惊呆了。做完饭空余的片刻间，还不忘用剩余的锡纸折一朵小玫瑰。哥哥，我爱死你了！店里的生意瞬间爆棚，大叔也因为出色的刀工俘获了一大批小迷妹的芳心。但谁能想到，几天前这位大叔还是个顶级的职业杀手。这天晚上，大叔刚杀完人，打算去澡堂洗个澡，可谁知澡堂里的一个废柴香皂一滑，被人踢来踢去。此时顶尖杀手老王走了进来，殊不知自己堂堂一个杀手，竟然栽在了一颗肥皂上。钥匙瞬间弹飞了出去，好巧不巧，刚好落到了废柴脚边。他捡起，正打算还回去，突然他犹豫了。男人叫阿成，32岁，一事无成，是个混吃等死的大废柴，房租交不起，欠一屁股债。今天他本想上吊了结自己，想来想去还是洗干净再风风光光的走。进了浴室后，他和老王打了个照面，看了一眼表，哇塞，这老头可真有钱啊！本以为两人再无交集，没想到他的钥匙到了自己手中。阿成想，反正自己要死了，不如再爽最后一天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名牌留下，拿走了老王的钥匙，再换上他的装备，摇身一变成了阔少富豪。门口他看到了房东大妈，这次他终于豪横了一把，拿去，这是1年的房租，多的不用找了，别再烦我就行。接着他拿出钥匙一按，豪车呀！阿成飘了，开着豪车把之前欠的钱全都还了。另一边，老王被送进了医院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包衣服。等他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被摔失忆了，连自己的名字、家庭地址都忘得一干二净。为了尽快找回记忆，老王马上去前台办理出院。可他翻了翻钱包，发现自己连医药费都交不起。幸好这时来了个好心人郝美丽，她在急救中心上班，就是她送老王来医院的。郝美丽看大叔可怜，就帮他垫了医药费，还按钱包上的地址送他回家。您老今年贵庚啊？32。那你长得还挺着急的嘛。到家后一开门，老王震惊了，家里一片狼藉，满地垃圾。可在印象里自己是个有洁癖的人嘛，怎么会这么乱呢？很快他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干二净。老王即便失忆了，性格习惯还是没变，他一丝不苟地整理个人信息。我叫老王，今年32，资产20块，然后就没了，剩下的啥也不记得了。出门找邻居问问吧，结果碰上个小混混，这混混也是个急性子，老王糊里糊涂开起了挂来。这可把老王整迷糊了，原来自己是武林高手啊，看他手脚还挺灵活。郝美丽将他引荐给了老母亲，因为自个家的店还缺个厨师，老王应该多少能帮点忙，也算是还债了。顶级杀手的刀工当厨师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老王的刀工吸引了无数粉丝，郝美丽家很快就成了网红店。郝美丽问老王：“你咋这么会玩刀呢？”老王也不明白，他只知道握着刀，灵感就无处安放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这天老王回到家，发现了日历上有个行程去某某地拍戏，一瞬间他就明白了，原来自己失忆前是个演员，但他显然没有天分演犯人，他忍不下去，于是演捕快，硬是把同事给打残了。老王和片场格格不入，很快就被导演开除。但他十分要强，不会演戏那就练。从那天起，老王咬着根笔，一边仰卧起坐，一边训练吐字，在天台上苦练台词。片场没人肯演的角色，老王也硬着头皮扛下。这一次，他要在一场动作戏中扮演保镖。谁知老王身手了得，在高难度的动作他都能轻易完成。老王很快受到导演赏识，从没有台词的群演，一路晋升到被大妈爱慕的男二号，出镜频率越来越高，人气也越来越旺，经常有路人找他签名。郝美丽怕他辛苦，主动提出做他的助理，但很快难题来了，演爱情戏，演惯打打杀杀的老王，在爱情戏面前简直是如鲠在喉，好不痛快，总是看向不该看的地方。连续几次喊卡之后，老王无比挫败，忍不住向郝美丽诉苦。郝美丽看不下去了，决定帮老王找找感觉，直接把老王推到墙上，而这一推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老王和美丽的家人一起来到山里旅游，看着在河边玩水的郝美丽，脸上难得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老王幸福地躺在地上，多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而另一边，住在老王家的阿成在衣帽间看到一排军装警服，柜子里的饼干盒装的全是现金。打开电视，不管怎么换台都是一个美女在练瑜伽。阿成才意识到这是实时的监控画面。更离奇的是，阿成在取红酒的时候，竟然意外打开一扇暗门，里面陈列着各种身份证以及不同国家的护照，还有一堆武器和高科技设备。看着墙上的资料和监控中的画面，阿成发现
被监视的女人翠花掌握着某家基金公司的犯罪证据，正准备向检察院起诉。一旁的传呼机还传来警方的声音。阿成恍然大悟，翠花是污点证人，而老王应该就是暗中保护他的顶级特工。一旦接受这样的设定，废柴阿成决定代替老王完成这个光荣使命。当然，这跟对方是个美女没有关系才怪。从那以后，阿成担起了保护证人的职责，密切关注着翠花，非常不专业的主动搭讪，没事送个小礼物，还在楼道里玩起了浪漫。什么保护证人，明明就是在撩妹。慢慢相处下来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，翠花对阿成也有了好感。直到这天，暗室内老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阿成接起电话，对方问委托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，还约他出来见面。听对方说要加钱，阿成只好伪装成老王来到见面地点，结果发现对方竟然是基金公司的人，拿出一袋现金，让他尽快杀死那个女人，不能让他把证据交给检察院。阿成这才明白过来，老王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特工，而是一名顶尖的职业杀手。这天老王下班回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老王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感觉似曾相识。原来老王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就是在雨夜，杀完人之后不得不到附近的澡堂清洗血迹，才遇见了阿成。这一刻，老王的记忆全都涌进了脑海里，他回到自己真正的家，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澡堂里盗走钥匙的阿成竟然一直在用自己的身份和目标亲密接触，老王很生气，立马来到翠花家，将阿成踢倒在地。老王指责翠花到处乱跑，翠花责怪老王这么久不来找他。原来老王虽然是杀手，但他并不会真的杀人，而是在接到杀人委托后，跟目标人物达成一笔交易，帮他们假死，伪造新身份逃脱。这样不光没人会死，他自己还能拿2份钱。老王让翠花赶紧逃到国外，但现在被追杀的除了翠花，还有接近他的阿成。翠花放不下阿成，不愿独自逃命，但阿成觉得真正的自己配不上翠花，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在意。看着颓废的阿成，老王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曾拜访过阿成的父亲，看起来很严厉的他，其实心里一直在意着阿成。阿成演的每一部戏他都会看。老王痛斥阿成明明有梦想，却不付出努力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老王告诉阿成，在你努力的同时，会有人在一旁为你鼓励，加油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令人感激的事情。这些天通过和阿成互换身份，老王体验到了一段有梦想有温度的人生。老王很羡慕阿成，他当杀手已经当累了，现在的他只想好好生活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老王打电话给委托方定好交易地点，他决定用这些天磨练的演技演一场最逼真的戏。老王回到出租屋，告诉郝美丽自己恢复了记忆，并要跟他一刀两断。郝美丽哭着跑开，但他还是放心不下，看着老王开车离去，自己也跟了过去。在废弃的工厂里，委托方按照老王的指示来到这里完成交易。突然阿成拎着翠花跳了出来，他装成杀手，当着对方的面捅死了翠花。22线演员演技爆发，委托方看得心惊胆战。接着老王登场，他装作被抢了生意的杀手，跑来找阿成麻烦，装模作样的扭打在一起，剧情正按他们预定的方向发展。可就在这时，郝美丽跳出来，打乱了计划。老王让他先躲到一边，但郝美丽哪肯让他去送死。关键时刻，阿成来了出即兴表演，他拿着道具刀捅向老王，成功到达指定位置。翠花果断按下按钮，一个集装箱从屋顶狠狠砸下。3人生死未卜，委托方派人上前查看，一地的血漫了出来，把所有人吓坏了，不敢再上前。但实际上，3人安然无恙地躲在集装箱里，血也是阿成拧水管放出来的。这部戏完美收场，可郝美丽却哭成了泪人。她以为老王真的中刀了。老王被郝美丽的心意感动，决定不再逃避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但美丽丝毫不在意老王以前是谁。这段时间的相处已经让她相信老王是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她开车带老王来到剧组，所有人都在等老王开拍。在这浪漫的氛围中，借着这出戏，老王对美丽吐露了真心。받아주시겠습니까?电影的最后，老王继续做起了演员，还成了大腕。导演说，今天跟他搭戏的是名新演员。저는 신인 배우 윤재성이라고 합니다. 老王笑了，这小子总算开窍了。至此，电影全片结束。这部电影虽然一股浓浓的泡菜味，但在加重喜剧元素的同时，并没有丧失影片的情感内核。片中处境凄惨的阿成对生活失去希望，一心寻死。但是当老王接受他的人生之后，却并没有像他一样颓废度日，不仅把生活过得井井有条，即使从零开始学表演，也成为了大腕演员。改变命运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投机取巧，而是那股执着向前、永不服输的冲劲。